因为欠了银行40万的贷款，他决定跳江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他打电话给银行，再次确认了自己的欠款数额。高额的欠款坚定了他赴死的决心，于是他挂断电话后就跳了下去。不过天不遂人愿，他没有溺水淹死，而是被冲到了一个小岛上面。小岛就在跨江大桥下面，这里荒无人烟，也没人会在意他的存在。虽然自己不想再活下去，但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想尽快离开这里。他来到大桥底下，不过桥墩很光滑，想要爬上去根本不可能。之后他打算游到对岸，但他又不会游泳，最终只能狼狈地退回到岸边。连续的失败让他满是挫败感，想着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去那栋63层的大厦跳楼。在之后，他决定用上吊来结束生命，可是他刚伸出头，肚子就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他只能急匆匆跑到旁边的灌木丛，决定先排便，再想寻死的事情。不过在排便时，他无意中发现眼前的空地上长满了一串红。他摘下一朵放进嘴里，口中的甜味就是记忆中童年的味道。花蜜的甜更容易映衬生活的苦。这一瞬间，他想起了自己落魄的人生。公司重组后，他失业了，不仅身上背负着巨额贷款，妻子也在不久前和他离了婚。回顾完自己这烂泥一样的人生，他忽然无法自控地哭了起来。释放完情绪后，他想通了，既然自己现在连死都不怕，那么还不如暂时活下去。他在沙滩上写下救命的单词，进水的手机这时也突然可以正常使用。趁着手机还有最后一格电，他开始打电话向外界求救。他告诉警察自己被困在城市中心的荒岛，可警察却只以为他是在报假警。他又打电话给前妻，可前妻留下一句别再联络就挂断了电话。现实的冰冷让他恍然明白，就算自己回到了城市，他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既然原来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深渊，为什么不抛下一切在这个荒岛上生活呢？于是他把沙滩上的救命改成了你好，接着就在树林里吃一些野蘑菇暂时充饥。他模仿荒野求生节目开始钻木取火，可直到手被磨得起泡，干草都没有燃起来的迹象。他一时间越来越觉得窝火，索性停下来先点一根来缓解心里的烦闷。吹的风呀，之后他开始收集岛边的生活垃圾，这些平时看不上的物件都是他将来的生存物资。在围着荒岛转了一圈之后，他还找到了一艘坏了的小鸭船，把小鸭船拖到树下，在里面铺满干草。他在这方小天地也有了自己的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能量，他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捕猎。他用自制的捕兽器抓野鸭，但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抓野鸭失败后，他又去了江边用自制的鱼叉捕鱼。既然活着的动物抓不到，不会移动的鸟蛋变成了他的新目标。可当他尝试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连爬树也不会。他只能放弃对肉类的追求，继续吃野蘑菇勉强维持体力。这天傍晚，他用过期的洗衣液洗头时，洗衣液竟然戏剧性地毒死了好几条鱼。于是当天晚上他吃上了烤鱼，几天没吃肉的肚子终于开了荤。深夜几只野鸟吃了他剩下的烤鱼肉，第二天早上他发现那些鸟也被毒死了。这种意外之喜来得太突然，他又美美地吃上了一顿烤鸟肉。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过上了一种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他不用再硬扛生活的压力，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很享受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觉得留在这里其实挺好的。所以即使有游轮经过荒岛，他也会躲起来避免让人发现他。可是在这天，他无意中捡到了一个炸酱面的包装袋，里面还有包没拆封的调料包。看着包装袋上的炸酱面图片，他内心的食欲忽然膨胀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此时他内心唯一的愿望就是吃一碗有着热烈香味的炸酱面。为了能吃上炸酱面，他开始疯狂地收集岛上的植物果实。可是把果实捣烂后，他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没办法揉成面条。直到这天，他在小鸭船上发现了鸟类的粪便。想到鸟类一定偷吃过庄稼，他笃定这些粪便里肯定有农作物的种子。没有消化的种子可以用来种植，种出来的粮食就可以用来做面条。于是他开始收集鸟粪，接着就选了一块地进行开垦。几天的劳作后，荒地开垦完成，他把粪便埋进土里，又用自己的西装做了个稻草人。做完这一切后，他心满意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种子生根发芽。时间来到3个月之后，如今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岛上的生活。他不仅学会了捕鱼，也学会了爬树，掏鸟蛋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而易举。他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每天甚至还会抽一部分时间用来锻炼身体。劳作时流的汗他会收集起来，用来当做给食物增加咸味的调味剂。这天他发现土里的种子发芽了，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了盼头。他的生活变得平稳有序，可是不久后这份平静被一个意外来客打破了。在照常去树林搜寻生活物资时，他意外发现树上挂着一个漂流瓶，漂流瓶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好的英文单词。这时他猛然惊觉，一定有个人在暗中偷偷观察他。他跑到曾写下你好的沙滩，心里笃定那个人一定住在对面的居民楼里。也许是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在沙滩上写下了一句你好吗。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树林里捡到了一个新的漂流瓶，瓶子里同样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很好，谢谢你。
这种漂流瓶互动让他无比确定，一定有一个陌生人在时刻观察他。可他并不知道，那个观察他的人其实是一个待在家不愿出门的自闭宅女。在江对岸的一栋居民楼里，住着一个3年没出过门的女人。因为额头上有一块很大的疤痕，她小时候总是被身边的人说是丑八怪。长大后，她变得极其自闭，因为害怕周围的异样目光，她一直宅在家里不敢出门。她和妈妈通过手机短信交流，每当吃饭时，妈妈都是把做好的饭放在她的房门口。为了避免和父母碰面，每次如厕时，她都要等父母出门后才会去洗手间。她的房间堆满了罐头和垃圾，整个空间和她的内心一样充斥着昏暗。她习惯了蜷缩在衣柜里睡觉，似乎在这个狭小空间里，她才会有安全感。尽管是一个宅女，她在饮食上却非常的自律，每一餐她都吃得很少，每天她都会进行徒步训练来维持体型。在现实中她很邋遢和普通，可在互联网上她却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神。她会在网上保存一些冷门的美女图片，把自己打造成阳光的都市女丽人。除了营造网络女神的人设之外，她最大的爱好是用相机拍月亮。她对月亮充满了向往，因为那里没有人，也不会有恶意和各种闲言碎语。她时常会想，如果自己住在月球上，那么肯定就不会感到孤独。在1年的300多天中，她最期待的是春季和秋季的全程防空演习日。这2天人们都不会在地面活动，街道上的车在警报响起后也会全都停在原地。在春季演习日当天，她掀开了窗帘，用相机好奇地观察着自己所处的世界。她看到整座城市几乎没有了人影，寂静的样子像极了空无一人的月球。这时她会想象自己就身处月球，身体也会随着重力的减少而飘起来。不过当她把镜头移到汉江的一座荒岛上时，她发现有一个男人正在自杀。晚上她心神不宁，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着那个男人是不是已经死了。直到她再次用相机去查看，在确定男人还活着之后，她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在之后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会打开窗户观察那个荒岛上的男人，看到男人卖力地在拖小鸭船，出于内心的善意，她会用手指隔空帮对方推着船。在她日复一日的暗中观察下，时间不知不觉来到2个月之后，她记录下了男人的各种生活瞬间，而且还把这些照片印出来做成了照片墙。在她的视角里，这个男人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很奇怪。她看到男人在小鸭船旁边玩鸟类粪便，看到男人一遍又一遍的爬树，有时男人会舔身上的汗水，有时会躺在船里闻炸酱面的气味。孤独的人总是容易被同类吸引，渐渐的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她很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来自月球的外星人，想知道对方曾经有着什么样的故事。犹豫很久之后，她鼓起勇气决定和这个外星人建立联系。她把写着你好的白纸放进空酒瓶，接着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走出了家门。她一路走到汉江的大桥上，把瓶子扔到了大桥正下方的树林里。回家后，她开始等待男人的回应，可是她等了很多天，对方也没有丝毫动静。直到3个半月之后，她的漂流瓶终于被男人捡到了。看着对方在朝她微笑挥手，她心里忽然涌上了一股莫名的幸福感。这种感觉仿佛是她这座孤岛终于在昏暗的世界里遇见了另一座孤岛。于是当天晚上，她再次出了门，打算给对方送去第2个漂流瓶。在送完信返程的路上，她发现有蝴蝶正在路灯和树影的交织中翩翩起舞。这一刻，她恍然意识到，这个世界或许没那么多恶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她未曾发现的美好。不久之后，男人种的庄稼逐渐长大，一棵玉米树上还长出了小苞米。她一时间喜极而泣，心想着自己离炸酱面又近了一步。在另一边，女人看出了男人对炸酱面的向往。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她决定送给男人一个大惊喜。她付了10万韩元，委托了一个外卖小哥给男人送一些现成的炸酱面。因为女人给的实在太多，外卖小哥没有犹豫就接下了这个单子。不过外卖小哥没有预料到的是，想去那座岛必须要租一艘小鸭船自己登过去。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外卖小哥才发现这里是几乎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当看到收货人是一个酷似野人的野人时，外卖小哥的心跳逐渐加速了起来，因为他一时間有些不确定自己这趟送的外卖究竟是炸酱面还是他自己。아니 어떤 여자가 여기로 짜장면。送来的外卖里有3碗炸酱面，男人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此时就近在咫尺，但他最终没有接受这份好意，而是把炸酱面全部退了回去，并且他还让外卖小哥转告下单的人，一份自己做出来的炸酱面是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听到希望这个词，女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未认真寻找过独属于自己的希望，于是她主动打开了房门，请求妈妈帮她带一些玉米苗子。这个微小的转变让妈妈愣在原地，她似乎看到了女儿走出自闭的微弱希望。3年来，她一直照顾包容着女儿，如今她终于等来了女儿打开心门的这一天。
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个人的隔空互动变得频繁了起来。女人照常送去漂流瓶，为之前自己贸然送炸酱面的事情道歉。男人在沙滩上做着搞怪动作回应，女人一边记录一边流下了开心的泪水。深秋来临时，男人的庄稼成熟了，收获的不仅有玉米，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农作物。他把玉米粒磨成粉，再加入水揉成面团，接着用空酒瓶当擀面杖，最后用罐头盖子把面团切成面条。当面条煮熟后，他终于撕开了那包珍藏了好几个月的调料。他把调料配菜和面条搅拌在一起，然后充满仪式感地端起碗开始吃了起来。在咀嚼炸酱面的那一刻，他在心满意足之余不禁哭出了声。看着男人吃炸酱面时的幸福模样，女人感同身受般也跟着一起开心着。当天晚上，女人没有再睡衣柜，而是紧挨着玉米树苗在外面的地板上安然地睡了一觉。隔天，男人收到了女人的漂流瓶，上面写着恭喜的英文单词。经过这段时间的交流，男人也对这个暗中的陌生人产生了好奇。他想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在沙滩上写下了“你是谁”3个字。可这3个字唤醒了女人的自卑，她觉得自己这样的丑八怪肯定会吓到对方。于是他洗了张美女照片放在漂流瓶中，不过在扔漂流瓶时，他却陷入了犹豫。他最终没有扔出漂流瓶，而且回家后，他发现自己在网上虚构的身份被识破了。他依靠盗图营造的美女人设被戳穿，网友们纷纷骂他现实中一定是个丑八怪。感受着互联网世界的汹涌恶意，他的世界又一次被阴霾覆盖。他拉上了窗帘，再次回到衣柜，选择了重新蜷缩在自己熟知的安全地带。在这件事之后，男人再也没有收到新的漂流瓶。他很不解，为什么这个素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就消失了。这天突然狂风暴雨大作，台风摧毁了他的庄稼地，同时也把小鸭船吹到了江里。他拼命地抓住小鸭船，可不管他怎么用力，都没办法留住这最后的安身之所。一整晚的暴风雨结束，女人通过相机望向小岛，发现那里已经被摧毁得满地狼藉。此时男人的双眼失去了光亮，他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并且让他更加绝望的是，他被赶来岛上清理垃圾的市政人员发现了。工作人员说这个小岛不允许进入，而且还准备把他赶出去。男人听完后决定逃跑，但对方叫来了很多人，他最终还是被堵在了沙滩上。他想要挣脱束缚，却被对方用力踢了一脚。 아저씨, 여기 생태 보전 지역이에요. 일반인 출입 금지고요. 예? 그냥 여기 있게 해주세요. 아무짓도 안 할게요. 被带走时，男人很不解，自己只是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为什么连这个小心愿都无法实现？看着男人被带到了江对岸，女人不由得开始担心男人的安危。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回应对方，也害怕自己以后会再也看不到对方。她不想失去这个唯一的同类，于是她打开门锁，奋不顾身地冲到了阳光之下。在另一边，过了几个月蛮荒生活的男人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他被随意丢在一处街道，这里没有人会关心他的生与死。此刻他再次陷入绝望，像他这样的废人根本没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一生。他抬头望向远方，看到那栋63层的大厦后，他心里再次产生结束生命的念头。于是他拿出了闲置很久的公交卡，登上了前往生命终点的公交车。陷入绝望的他并不知道，此时有一个曾被他拉出黑暗的人，正迎着阳光朝着他奔赴而来。不过当女人赶到公交站时，此时车子已经启动离开。他一边哭一边奋力地追着车子，可车子还是离他越来越远。最终精疲力竭的他停下了脚步，他知道自己追不上那辆疾驰而去的列车，同时他也忽然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去拯救任何人。就在他一边伤心一边准备回家时，街道上突然响起了秋季的防空警报声。 봄이 한 번, 가을이 한 번, 그날이 찾아옵니다. 나의 네이미즈 김정연 Who are you?